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12章。在活板门之上。第二天，他又在歌剧院看见了他，他的手指上仍然戴着那枚金戒指，他态度温柔而友善。他向他讲述了他的计划、他的未来和他的事业。他告诉他，极地探险队的出发时间提前了，3周之内，最多1个月，他就要离开法国了。他几乎带着喜悦鼓励他，热情地展望这次旅行，把它看作是他未来辉煌的又一个阶段。当他回答说，没有爱情的荣耀在他眼中没有任何意义时，他把他当作一个孩子，认为他的悲伤应该是短暂的。他对他说，克里斯蒂娜，你怎么能这么随便地谈论如此严肃的事情？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我可能会在那次探险中死去。我也是，他只是这样说。他不再微笑，也不再开玩笑，他似乎在思考一些第一次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新事物，他的目光闪耀着。你在想什么，克里斯蒂娜？我在想，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这就是让你如此容光焕发的原因吗？而且1个月之内，我们就要说再见了，永远。除非，克里斯蒂娜，我们结婚，然后永远等待彼此。他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别说了，拉乌尔，不是那样的，你很清楚。而且我们永远不会结婚，同意吗？他似乎无法抗拒一种突然降临在他身上的无法抑制的幸福感。他开始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地拍起手来。拉乌尔不安地看着他，不明白。但是，他又说道，向年轻人伸出双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手递给他，好像突然决定送给他一份礼物。但是，即使我们不能结婚，我们可以约定，除了我们，没有人会知道。拉乌尔，有过秘密婚礼的。拉乌尔，我们可以约定1个月，1个月后，你将离开，我可以用这1个月的记忆幸福地度过一生。他对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然后又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是一种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幸福。拉乌尔明白了，他抓住了这个灵感，他希望它立刻成为现实。他极其谦卑地向克里斯蒂娜鞠躬，说道：“小姐，我很荣幸向您求婚。可是你已经有2只手了，我亲爱的未婚夫。哦，拉乌尔，我们会多么幸福啊！让我们来扮演未来的小丈夫和小妻子吧。”拉乌尔心想，真是不小心。从现在起1个月后，我将有时间让他忘记或者弄清楚那个男人声音的秘密。1个月后，克里斯蒂娜会同意成为我的妻子。在那之前，我们先玩玩吧。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游戏，他们像2个孩子一样沉迷其中。啊，他们说了多么美妙的话，他们交换了多么永恒的誓言。想到1个月后，没有人能够遵守这些约定，这让他们感到一种他们带着矛盾的情绪，在欢笑和泪水中体验着的慌乱。他们像其他人玩酒一样玩心。不同的是，由于他们投掷的是自己的心，所以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接住它们，以免受伤。有一天，那是游戏的第8天，拉乌尔的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年轻人用这些奇怪的话停止了游戏。我不会再去北极了。克里斯蒂娜天真地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突然发现了游戏的危险，并严厉地责备了他。他没有回答拉乌尔一句话，就回家了。这发生在下午，在女歌手的更衣室里，他们经常在那里见面，并且以3块饼干和2杯波尔图葡萄酒，面对一束紫罗兰，度过愉快的下午茶点时光。
晚上，他没有唱歌，他也没有收到通常的信，尽管他们已经允许自己在这个月里每天写信。第二天，他跑到瓦莱里乌斯太太家，他告诉她克里斯蒂娜已经离开了2天，他前一天下午5点离开的，说他要过几天才回来。拉乌尔心烦意乱，他讨厌瓦莱里乌斯太太用一种让他困惑的平静告诉他这个消息。他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但很明显，这位好女人什么都不知道，她只是回答了年轻人杂乱无章的问题。这是克里斯蒂娜的秘密。在说这句话时，他抬起手指，带着一种特别的神圣，既建议谨慎，同时也试图让人放心。好，很好，拉乌尔一边愤怒地喊道，一边像个疯子一样跑下楼梯。太棒了，我看到年轻女性受到了像瓦莱里乌斯这样的女士的完美保护。克里斯蒂娜可能在哪里？2天，为数不多的幸福时光又少了2天，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难道他们没有约定他应该离开吗？如果他坚定的想法是留下，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说了出来？他责备自己的笨拙，在48小时内成了最不幸的人。之后，克里斯蒂娜再次出现了，他凯旋而归，他终于又获得了和那场盛大晚会时一样的成功。自从攻击事件发生后，卡洛塔就无法上台了。对再次发出呱呱声的恐惧控制了他，夺走了他所有的能力。而那些见证了他令人费解的失败的地方，他已经感到厌恶。他找到了解除合同的方法。人们请达埃暂时填补空缺。在犹太女中，人们以真正的狂喜迎接了他。子爵也参加了那次晚会，他是唯一一个在听到这个新的胜利的回声时感到痛苦的人，因为他看到克里斯蒂娜仍然戴着她的金戒指。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年轻人的耳边低语：今晚她仍然戴着金戒指，而你不是给她戒指的人。今晚她仍然在付出她的灵魂，而那不是给你的。声音还在继续。如果她不想告诉你她这2天做了什么，如果她对你隐瞒她的行踪，你必须去问埃里克。他跑向舞台，他拦住了他的路。他看到了他，因为他的眼睛在寻找他。他对他说：快，快，来吧。他把他拉到他的更衣室，没有理会所有庆祝他最近的荣耀的人。他们在紧闭的门前小声议论。这真是个丑闻。拉乌尔立刻跪在他面前，他向他保证他会参加探险队，并恳求他永远不要再剥夺他哪怕1个小时他答应给他的幸福。克里斯蒂娜任由眼泪流淌，他们像一对绝望的兄妹一样亲吻着。他们刚刚受到共同痛苦的威胁，又重新相遇，为死者哭泣。突然，他摆脱了年轻人温柔羞怯的拥抱，似乎听到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然后用一个生硬的动作向拉乌尔指了指门。当他们走到门口时，他小声说道，子爵几乎听不清他的话。明天见，我亲爱的未婚夫，高兴点，拉乌尔，今晚我为你而唱。他没有回答。但是，那2天的缺席打破了他们甜蜜谎言的魔力。他们在更衣室里默默地看着彼此，眼睛里充满了悲伤。拉乌尔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喊出来，我嫉妒，我嫉妒，但他还是听到了。然后他对他说：我们去散步吧，拉乌尔，空气对我们有好处。拉乌尔以为他要提议去乡下远足，远离那座他像憎恨监狱一样憎恨的建筑。他感觉到监狱长埃里克穿过墙壁走来走去，但他把他带到舞台上，让他坐在一个喷泉的木质边缘上，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搭建的第一个场景中，
享受着可疑的和平与凉爽。另一天，他牵着她的手，沿着花园里废弃的小路散步。装饰人员熟练地砍掉了那里的攀援植物，仿佛真正的天空、真正的鲜花、真正的土地，永远被禁止他涉足。他注定只能呼吸剧院的空气。年轻人犹豫着，不敢提出任何问题，因为他知道他无法回答，他害怕让他白白受苦。不时地会有一个消防员经过，从远处注视着他们忧郁的爱情。有时，他试图欺骗自己和欺骗他，让他相信那幅由人类幻想创造出来的画面的虚假之美。他那总是活跃的想象力，总是指出更加耀眼的色彩，以至于他说，大自然无法与之相比。他变得激动起来，而拉乌尔则紧紧地握着他发热的手。他说：“看，拉乌尔，那些城墙，那些森林，那些凉亭，那些彩绘的布景，所有这些都见证了最崇高的爱情，因为它们是由诗人在这里创造的，他们比普通人高出100肘尺。所以，告诉我，我们的爱在这里很好，拉乌尔，因为它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它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他伤心地没有回答。我们的爱在地球上太悲伤了，让我们去天堂吧。你看看，这里是多么容易啊！他把他拉到比云层更高的地方，穿过舞台上方由各种设备组成的壮丽而混乱的区域。他喜欢在脆弱的金属桥梁上跑在他前面，在连接到滑轮、绞盘、圆筒的数千根绳索之间，在像空中丛林一样，到处都是横杆和桅杆的地方。当他犹豫时，他会用一个可爱的撅嘴表情对他说：“你，一个水手。”之后，他们又回到了陆地上，也就是说，回到一条真正的走廊里。这条走廊把他们带到充满笑声、舞蹈和年轻声音的地方。另一个严厉的声音训斥道：“慢点，女士们，注意脚尖。”那是6岁到9岁或10岁女孩的舞蹈课。她们穿着低胸紧身衣、轻盈的芭蕾短裙、白色短裤和粉色长袜。她们努力地工作着，所有的小脚趾都疼痛不已。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4人舞演员、领舞演员、有功演员，乃至身披闪亮钻石的首席芭蕾舞演员的学生。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娜在他们中间分发糖果。另一天，他让他进入他宫殿里一个宽敞的房间，房间里堆满了金箔饰物、骑士的盔甲、长矛、盾牌和羽饰。他检阅着那些静止不动、布满灰尘的战士的幽灵。他用安慰的话向他们发表演说，并保证他们将再次看到阳光灿烂的下午，以及在看台上欢呼的音乐游行。他就这样带着他走遍了他的整个帝国。这个帝国是虚构的，但却是巨大的，因为它横跨17层楼，从底层一直延伸到屋顶，住着一支由奇怪人物组成的队伍。他像一位受欢迎的女王一样在他们中间走过，鼓励他们工作。坐在工作室里，给那些在裁剪将用来装扮英雄的华丽布料时有些颤抖的女裁缝提供建议。这个国家的人们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有鞋匠和金匠。所有人都学会了爱他，因为克里斯蒂娜对每个人的担忧和小习惯都感兴趣。他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在那里，一些老夫妇秘密地住着。他敲响他们的门，并把拉乌尔介绍给他们，说他是一位迷人的王子，已经向他求婚。两人坐在一个旧箱子上，倾听着歌剧院的古老传说，就像他们在童年时代倾听家乡的古老故事一样。那些老人只记得歌剧院，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历届政府都忘记了他们，宫廷的变动也忽略了他们，法国的历史就在外面发生，而他们却一无所知，也没有人记得他们。
这些珍贵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拉乌尔和克里斯蒂娜以他们对外界事物表现出的过度兴趣，笨拙地努力掩盖他们心中唯一的想法。事实上，克里斯蒂娜直到那时她还表现得最坚强，突然进入了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是她无法表达的。在他们的探险中，她会毫无理由地跑起来，或者突然停下来，她的手变得冰凉，紧紧地握住年轻人的手。有时，她的眼睛好像在追逐着想象中的影子。她尖叫道：“这边！”然后那边，笑着，笑声颤抖着，最后变成了眼泪。然后拉乌尔想说话，想不顾他的约定和承诺提出问题，但是在他能够提出问题之前，他着急地回答道：“没什么，我向你保证，我没事。”有一次，当他们经过舞台上一个半开的火板门时，拉乌尔俯身看着黑暗的洞口，说道：“克里斯蒂娜，你向我展示了你帝国的高处，但我听说过关于地下的奇怪故事，你想下去吗？”听到这话，他抱住他，好像害怕看到他从黑洞里消失。他颤抖着，用极低的声音说道：“永远，永远不要！我禁止你下去，而且王国的那一部分不属于我，所有在地下的东西都属于他。”拉乌尔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语气生硬地说道：“那么他就住在下面？”“我没这么说，谁告诉你的？走吧，来吧。”有时，拉乌尔，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疯了，你总是听到不可能的事情。来吧，来吧。他几乎是拖着他走的，因为他固执地留在火板门和那个吸引着他的洞口附近。火板门突然关上了，太突然了，他们甚至没有看到移动他的手，把他们留在那里，完全惊呆了。也许他在那里，拉乌尔最后说道。他耸了耸肩，但看起来一点也不平静。不，是关火板门的人。关火板门的人总要做些什么，他们毫无理由地打开和关闭火板门，就像关门的人一样，他们总要打发时间。如果那是他呢，克里斯蒂娜？不可能，不，他把自己关起来工作了。哦，原来他在工作。是的，他不能同时打开和关闭火板门，又同时工作。我们可以放心了。在说这句话时，他颤抖了一下。他在做什么工作？哦，一些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当他做自己的事情时，他什么也看不到，不吃不喝，也不呼吸，日日夜夜。他是个活死人，他没有时间去管火板门。他再次颤抖起来，他俯身靠近火板门，拉乌尔任由他做和说。他沉默了，他害怕自己的声音会让他思考，并阻止他那仍然脆弱的倾诉。他没有放开他，仍然依偎在他的怀里。他叹了口气。如果那是他？拉乌尔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怕他吗？他叹了口气。不，当然不。年轻人不由自主地摆出一种同情的姿态，就像人们对待一个容易受影响，仍然沉浸在最近的梦境中的人一样。他好像想说，别担心，我在这里。他的姿势几乎是下意识地带着威胁。然后，克里斯蒂娜奇怪地看着他，好像看着一种勇气和美德的现象一样。他好像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这种无用的大胆。他拥抱了可怜的拉乌尔，好像是为了奖励他，以一种温柔的方式，奖励他表现出想要保护他免受生活中总是可能存在的危险的愿望。拉乌尔明白了，羞愧地涨红了脸，他感到和他一样虚弱。他对自己说，他假装不害怕，但他颤抖着
把我们从火板门边带走。他是对的。第二天，以及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用来四处走动，几乎一直走到屋顶，尽可能远离火板门。克里斯蒂娜的激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最后一天下午，他迟到了很久才来，脸色苍白，眼睛红肿，充满了绝望。拉乌尔决定采取强硬手段，例如，他一开始就向他保证，只有当他向他透露那个男人声音的秘密时，他才会去北极。别说了，以上帝的名义，别说了。如果他听到了，你就可怜了，拉乌尔。年轻女子的眼睛不安地向四周看去。克里斯蒂娜，我发誓，我会把你从他的控制中解救出来。你再也不会想到他了，这是绝对必要的。你认为这有可能吗？他允许自己产生这种怀疑，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鼓励。同时，他把他拖到剧院的顶层，也就是最高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离火板门很远，很远，很远。我会把你藏在世界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他不会来找你，你会安全的。然后我会离开，因为你发誓永远不会结婚。克里斯蒂娜扑到拉乌尔的手上，以一种在他身上不常见的力量握紧了他们。但是他再次感到不安，把头转向四面八方。再高点，他只是这样说道。再高点。他把他拖到山顶。他很难跟上他。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屋顶下，在一个由横梁组成的迷宫里。他们在拱间、船子、支柱、隔板、入口和坡道之间滑行。他们像在森林里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一样，从一根梁跑到另一根梁。这些树的树干都是巨大的。尽管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每一个角落，但他没有看到一个影子停下来，同时他也停下来。当他前进时，影子也再次前进，而且发出的声音也只是影子应该发出的声音。拉乌尔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因为他有克里斯蒂娜在前面，所以他对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